Hello， 大家好，我是爱你的白痴毛。上一期我们讲了三上真司被卡普空第4开发部踢出来，带领着以前的朋友一起创立了白金工作室，做出了诸如猎天使魔女等许多很好的游戏。但由于一直接外包单子，从来没有拥有过游戏的版权，再加上资金缺失，在白金工作室成立9周年之际，公司的4位创始人已经走了一半，之后的白金又将何去何从？我们今天就来简单聊一聊。在白金和世嘉的合作尴尬期， Konami 也在和小岛秀夫闹矛盾。当时小岛秀夫连挖合金装备5和合金装备崛起2个大坑，成本之高，进度之慢，使得 Konami 暗地里十分不满。合金装备崛起原本打算使用全新引擎开发，是一款主题为斩夺、强调自由切断的动作游戏。游戏宣传片一出，瞬间引爆游戏圈，雷电切西瓜更是被视为当年的热点事件。但之后合金装备崛起的开发并不顺利，以至于项目一度停滞不前。这时正苦于筹措开发资金，努力让自己活下去的白金工作室听闻这一消息，主动找到了小岛工作室。老哥，我给你做游戏，你给我钱，做不做？肯定要做啊，不做的话没有钱用。于是小岛团队把所有素材都交给了白金，合金装备崛起由白金负责开发。白金嘛，动作游戏出身，合金装备崛起使用了猎天使魔女2的引擎，并且拥有非常相似的动作体系。本来合金装备呢是一个潜入游戏，讲究一个音字，但白金做出来的东西呢变成了连招如同贝姐般华丽的动作游戏，这让合金装备系列的粉丝以及小岛秀夫本人都很不满意，被踢出了合金装备正史系列。但另一方面，喜欢 ACT 元素的玩家会觉得这款游戏非常好玩，非常爽，打起来非常愉快，可以说是褒贬不一。虽然合金装备崛起可能有点不伦不类啊，但白金从这个项目里尝到点甜头，所以开始从动视接手动画改编游戏的代工单子。白金做这类游戏不需要花时间去构思、考虑品牌之类的问题，而是像流水线一般，把对应的美术、音乐、关卡资源适配到白金特色的动作系统当中。其实白金也没有时间和成本去考虑原创游戏的问题了，这些代工任务往往时间紧、任务重，能够按时按量完成就已经很不错了。为了应付这些任务，工作室开始大量扩招美术、程序等技术性员工，不过也因此在游戏设计水平上停滞不前。期间任天堂也分给过白金星际火狐的代工任务，不过来自动视和任天堂的这些产品在质量上和以前有着严重下滑。而这时微软取消了龙鳞化身项目，撤资一举撼动了白金工作室的根基，整个公司变得摇摇欲坠。在这危机关头，一个关键人物出现，拯救了白金工作室，他就是尼尔机械纪元的制作人横尾太郎。横尾太郎大家可能不熟悉啊，他之前做过尼尔的1代尼尔伪装者，但销量不是很好。后面呢又做了一个游戏，大家应该就很熟悉了，经常被中国各大页游厂商拿去做广告，就是龙背上的骑兵。但这款游戏的销量依旧一般啊。之后呢，开发组就被 SE 给解散了。横尾太郎也一度非常失落，他自己感觉大家对他所做的游戏厌倦了，而且他自己也不想再继续工作了，只想躲在山里当个隐士，度过余生什么的。那时候他遇到了齐藤洋介先生，是日本国民游戏《勇者斗恶龙》的制作人。齐藤洋介在结束《勇者斗恶龙》的开发工作后也有些疲惫，也不记得当时是因为什么，反正齐藤就决定给横尾一个做像尼尔这种游戏的机会，这就是大家见到的尼尔机械纪元。说起来也很有意思啊。横尾拿到这么一个机会之后，一开始是准备去做手游的，计划将游戏模式设定为牧场游戏，怕不是成了尼尔牧场物语。但在这个时候，走投无路的白金工作室找上了他，说想一起合作，并且白金工作室一再坚持说不要做什么牧场物语，做性感小姐姐打怪 RPG。于是尼尔机械纪元就成了。真的很庆幸啊，尼尔没有成为手游，而是登陆主机和 PC。尼尔因为本来是个手游项目，所以没有太多的预算，所以游戏本体的内容并没有很大。游戏主要讲述了身为机器人的主角一行人探求当年人类灭亡的真相的故事。这个游戏呢，最为亮眼的就是音乐、人设
以及白金的动作系统。当年我第一次接触这个游戏的时候，看到一开始飞机大战，我以为这是个类似雷电那种打飞机游戏，然后突然变成了高达，我操，有点意思了。然后突然又从高达里钻出来一个小姐姐，我操，牛逼疯了！不得不说，白金和横尾对于死宅的心理把握非常优秀。我一直以来就很期待这么一款游戏，女主好看，动作优秀，音乐好听，同时又有着良好的剧情。尼尔就做到了。尼尔的女主角名叫 To B， 为什么叫 To B 呢？是因为这是她的机器人编号。但更深一层的原因是这个名字英文谐音为 To Be， 翻译成中文就是存在。莎士比亚有一句名言：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英文原文就是 To be or not to be, it's a question。这也是整个尼尔游戏的剧情的核心。我们为什么存在？其实说实话，尼尔的剧情挺隐晦的，叙事做的其实没那么好，有的时候甚至有点狗血。横尾太郎完全放飞自我了，但他的剧情立意并没有选择情情爱爱或者简单的打打杀杀阴谋诡计，而是选择了更加深刻、更加难以理解的存在主义哲学。从这一点上，他的剧情就值得一看。关于尼尔的剧情哲学解析，我1年前做过，感兴趣的观众去翻一翻，应该还能找到。这个游戏对我的影响很大，也是让我最终走上游戏行业的导火索。当年我正处在人生选择的迷茫期，玩了这么一个游戏，因为里面的 NPC 都是以中国或者西方的哲学家命名的嘛，我也就在游戏之余去了解了一下西方哲学，感悟了很多东西。然后就是尼尔的大结局，当时就把我感动哭了。我就想着一定也要做一个感动人心的作品，于是就最终走上了游戏行业。好了，扯了太多，我们回来继续讲白金啊。尼尔由于 To B 小姐姐舔爆的人设，导致游戏大卖。虽然只是个小成本游戏，但却卖出了3A 游戏的气势。白金工作室呢，也起死回生。稍微有了那么点闲钱的白金，又进入到了一个选择困难的地步：是去继续做代工3A 大作，还是做点小游戏？神谷英树说，如果你找到发行商，由发行商全资开发游戏，那么就必须接受傀儡现实的摆布。有的时候你不能决定出续作，有的时候一切只能由他们决定。所以想真正对你自己的作品进行掌控，你就必须自己出资，自己负责一切。这样你将拥有许多自由，许多不同的选项。所以像我们这种规模的开发组，就会很想要自己负责发行和筹资。我想创作属于自己的内容和品牌。在我们制作第一代《猎天使魔女》的时候，由于没能自己筹资，并在一些地方受到了控制，我曾感到沮丧。但我们也有信心，也有渴望，创作100%属于我们自己，而且由自己掌控的东西。神谷和道叶想要打一场翻身仗，所以他们集中精力准备做一款规模比较小的手游。果然手游还是赚钱啊！就在今年，白金公布了他们的第一款免费手游《恶魔世界》。游戏是水墨画风，相当有感觉。如果当年玩过四叶草的大神，应该对这个画风很怀念啊。是个纯动作手游，目前还没有上线，不知道会不会让白金赚个盆满钵满。另外呢，白金除了这个手游之外，还与 SE 继续合作了新的主机游戏《巴比伦的陨落》。另外又勾搭上了日本第一手游大厂 CY Games， 制作他们旗下经典手游《碧蓝幻想》的 PS 版本。动作和技能还是白金一贯的华丽潇洒。回顾白金工作室的这10几年，真的是让人感慨良多。他们是真正的游戏人，是想做无拘无束、不受市场约束的游戏的，是想做带有自己强烈个人风格的游戏的。所以他们这伙人独立出来成立了公司，但讽刺的是，没有资金就根本没有谈梦想的资格，他们只能一遍一遍地接着别人的单子，做着别人的游戏，直到现在仍是如此。大家可能会觉得白金很惨，觉得白金很傻，梦想又不能当饭吃，为什么还非得守着自己那1亩3分地呢？但人活着，总要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总要有一个为之奋斗的目标，总要知道你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游戏是白金的梦想，所以他们做了。他们没有赚很多钱，他们还在挣扎，但这并不应该被取笑。有梦想的人是值得被尊重的。好的，本期工作室就到这里。喜欢这个系列的观众，请务必给一个收藏，让这个系列能坚持做下去。感谢大家，我是白少，一名整天摸鱼的独立游戏开发者。我们下期再见。极点工作室，每一个极致的创意都值得被点亮。